这个男人每天都会遇到一些怪事，当他不经意打开一扇门，他就会进入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空荡的可怕，直到灯光变暗，男人才会看到除他之外的其他存在。Why are you on the floor? Roman！ 男人回到了原本的世界，诡异的是他在意识才待了几分钟，真实的世界过去了半个月。男人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前段时间他的儿子罗曼失踪了，男人怀疑自己可能是太过思念罗曼，才会幻想出意识的场景。因为罗曼的失踪，男人和妻子的婚姻也走向了尽头。他觉得是妻子没有照顾好罗曼，但妻子却觉得是他忙于工作没有陪伴家人。这天妻子把他约出来，开口竟告诉了他一个噩耗。 The police found him last week in the woods behind the playground on Latham Street. 罗曼的尸体上周被警方找到，而那时的男人还在意识的超市里，他没能第一时间知晓此事，这让他无比崩溃绝望。妻子很担心他受不了这个打击，但男人只关心是谁杀了罗曼，他发誓要让凶手血债血偿，就算自己会坐牢也在所不惜。男人激动的样子让人头皮发麻，大家很害怕他会做出傻事，可他们不会知道男人一离开餐厅就又进入了意识。这一次他所在的是一个奇怪的空间，这里唯一的出路是梯子上的墙洞。刚开始男人不肯从这种地方钻过去，但想到这里的时间流逝比现实世界慢很多，他还是妥协躬身钻了进去。可他没能成功逃离这里，外面的地方摆着很多面具，很像上次他在意识看到罗曼戴的那种。男人听到有人在说话，空旷的房间里有人在叫他的名字，还说他得了奥斯卡奖。下面不知何时出现了很多面具人，男人吓得把奖杯当场摔碎，他们见状立马疯狂地朝他扑来，男人吓得连忙往外逃。他顺着狭小的墙缝钻过去，但刚出去他就看到了罗曼。 Is that you? 那些面具人又来了，男人惊恐尖叫着，他的脑袋里出现了很多与罗曼相处的场景，可下一秒一切归零，他回到了现实世界。晚上，男人打开电脑查询，试图找到关于现实以外的空间的消息。没多久，他看到一个视频，拍摄者竟然和他有过一样的遭遇，这说明之前他看到的意识不是幻觉。男人赶紧去找拍摄者谈话，谁知拍摄者竟然已经进了监狱。拍摄者说他在进入意识前不慎撞死了一个人，但当时他为了逃避罪责，谎称是行人没有遵守交通规则。这天之后，拍摄者就总是进入意识，意识场景经常变化，他在里面的遭遇也越来越恐怖。于是他再也撑不下去了，这才报警自首，把自己送进监狱。奇怪的是，坐牢后他再也没有去过意识，所以他明白了，意识是对撒谎罪犯的惩罚。 Face the music. 回去的路上，男人一直心神不宁，很显然他隐瞒了世人什么事情，而这个事情还和罗曼失踪有关。晚上，男人坐在罗曼房间哭泣，外面却突然传来了警笛声，警察命他举手投降，走出大门。原来男人干的事情已经被警方查出来了，罗曼是被他杀的，他嫌弃吵闹的罗曼影响了他创作，就把罗曼掐死埋在了树林里。不承担后果就会被意识惩罚。男人坐着电梯一路往下，四周红得诡异。他看见杀害罗曼的地方坐着2个人，一个女人抱着一个孩子，那个孩子似乎就是他的儿子罗曼。男人赶紧跪地祈求原谅，但原谅是幸福之人的专属，被害者要做的只有复仇。 You can go if you want to. All you ever had to do was follow the sign. 男人顺着面具人手指的方向前进，他进入房间，在取号机上取了一个号，可现在才轮到1号离开，而他拿的号是。体育生南大只是认了个有钱干爹，每天就都能收到一辆法拉利当礼物。朋友对胡子哥羡慕的要命。胡子哥的干爹虽然老但能干，并且还能给钱、给房、给车、给快乐。要不是胡子哥长得帅，这种好事哪能轮得上他？不过吃软饭还是有风险。没多久，干爹就因病昏迷住进了实验室。干爹昏迷前很担心胡子哥会寂寞，所以他专门定制了一个与他一模一样的机器人。这个机器人拥有他的所有记忆，至于情感方面，则要胡子哥帮忙填充。干爹希望胡子哥能把机器人当成他。 可胡子哥怎么也无法对机器动情，他宁愿去实验室对着干爹自言自语，也不想回到冰冷的大庄园面对那个机器人。Good morning, David. Hello, John. Thanks. Just please come here. Sit. 胡子哥决定和机器人好好聊一聊，谁知这一聊，竟让他在机器人身上找到了干爹的感觉。
他情不自禁地靠近对方，虽然躯体硬了点，但这在某些方面并不是什么坏事。胡子哥开始慢慢接受机器人，他教机器人什么叫做爱，还教机器人如何与爱人沟通，如何与爱人幸福的生活。日子一天天过去，胡子哥和机器人的感情也越来越好。可惜朋友见不得他好，总要不合时宜地给他开视频，并约他出去跑步。这些事情让机器人很不爽。虽然他只是一个机器，但他拥有干爹的全部记忆。他知道这样是不对的，也知道胡子哥不该离别的野男人那么近，可他没有阻拦，因为他没有立场。然而朋友越来越过分，不仅光明正大跑来家里找胡子哥，还悄悄偷走了干爹送给胡子哥的东西。这些事情全部被机器人监控着。他对胡子哥的朋友忍无可忍，更过分的是，这晚朋友竟然想要对胡子哥来硬。I'm gonna put it in, and it's gonna be in for a very long time, okay? 胡子哥把朋友打出房间，但朋友刚下楼就碰到了正在炒坚果的机器人。机器人逼迫朋友把偷的东西交出来，可朋友不仅不肯照做，还想要跟机器人硬碰硬。这下机器人再也忍不下去了，他把朋友手中的刀调转一个方向，然后 I'm going to put it in. And it's going to be in for a very long time. 机器人杀了胡子哥的朋友，担心被胡子哥发现，他当晚就把朋友给分尸了，一部分骨头埋土里，一部分骨头烧掉，至于肉则搅碎做成早餐给胡子哥吃。胡子哥对这一切一无所知，还夸机器人厨艺有进步。吃完早餐，胡子哥照例去跑步，却收到定位提醒说朋友就在附近。胡子哥觉得奇怪，他跟着定位找过去，谁知竟找来了火堆这里。他赶紧去问机器人发生了什么，但机器人只说了一句：“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爱你。”谁能拒绝一个忠心的爱人呢？胡子哥不再计较朋友被杀的事，转头就带着机器人去体验生活。机器人比干爹更有活力，他不知疲倦，并且更容易接受年轻人的夜生活。胡子哥和他在一起很快乐，甚至都不想让干爹回来了。可惜干爹有钱命硬，1周后他不仅身体好了，还命人把机器人回收回去。胡子哥念念不舍，却还是不得不藏起情绪去接干爹回家。Oh, John. You're so close to perfect. This almost hurts. When I was facing death as you are now, I hovered above myself and saw that I was David fucking Randolph. 干爹居然要杀了胡子哥，因为他从没爱过胡子哥，他真正爱的只有自己。为了制造出一个与自己一模一样的完美伴侣，他故意接近胡子哥，然后装病让胡子哥帮他训机器。等到机器人足够完美，那胡子哥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Who is this? Do I know him? No. You never met him. Blow me again, David. Yes, David. 这美女一天24小时都张着嘴巴，医生检查后发现她并没有什么毛病，可能只是单纯不喜欢闭嘴而已。What happened to you? You know what? Maybe it's one of those synthetic street drugs, the new ones. You know, like maybe it's like a side effect. 这个美女是突然出现在医院的，谁也不知道她来自哪里，家属是谁。医院的医生都不想接手她，就派了新来的护士照顾这个美女。护士很有耐心，每天都会按时去观察美女情况。这天，他听到美女喉咙里发出了呵哧呵哧的声音，就想凑进去听她到底在说什么。What did you say? Sorry. 护士被护工吓了一大跳，这才想起还没拿美女的血去化验。可他前脚刚走，美女后脚就盯上了盘子里的剪刀。2分钟后，病房里传来尖锐的报鸣声，护士匆匆赶过去，谁知那把剪刀竟直直插在护工脖子里，床上的美女却消失不见，只在墙上留下了一个 X。这是什么意思呢？护士怎么也想不明白，她的直觉告诉她美女不是坏人。这家医院处处透露着古怪，据说院长接手了一个研究项目，但至今为止从没有人看到过他研究的是什么。而且医院的规矩是不交钱不给做手术，可最近医院却免费帮助没钱治病的人。And it seems that he falls in this very special category that qualifies him for an endowment from the Spring Hill program. They're going to pay for all of his treatment. 家属都以为医院是在做慈善，可护士总觉得哪里不太对劲。他找来医生陪他一起调查，两人去档案室翻看所有病人资料。奇怪的是，那个美女居然不是第一次来医院。1个月前，美女曾来医院做过检查，当时她的外貌还很正常。医院检查说她得了皮肤癌，不久后美女就失踪了。这次美女再次现身医院，她的癌症消失不见，外貌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护士发现1个月前接手美女的医生就是她旁边这位，于是她立马质问医生这是怎么回事，但医生吓得瑟瑟发抖。他抱着那本资料来到天台，
下一秒，医生竟然跳楼自杀了。他宁愿死也不愿说出的真相是什么，这让护士十分好奇。第二天，护士去找院长谈话，他问院长做的研究是什么，但院长只说是人类之光，一旦研究成功，世上所有的癌症都会消失。护士怀疑院长在用人体做实验，可他刚刚问出这话，院长就猛然朝他动起了手。好在院长人老屁股松，护士不费吹灰之力就把他弄翻在地，担心医院会对其他病人下手。护士赶紧去把免费做手术的病人救出来。做完这一切后，他又看到了那个张嘴巴的美女，美女似乎在给他带路。护士跟着美女往医院下面走，竟发现这里面还藏着一个地下实验室，实验室以 X 命名。之前美女留在墙上的 X 就是想要提醒美女，这个实验室里全是和美女一样被绑来的人，但美女是最幸运的一个，因为她逃了出去。得知真相的护士迫不及待要去救人，可还没救出来，她就被人一针放倒了。当她醒来时，她已经躺在了手术台上。院长告诉她，他研发的药剂可以去除人类身上的所有病痛，虽然有些副作用，但比起死亡已经好得太多。院长想要把护士也当作实验体，可美女从通风管道钻出来，一刀抹了院长助理的脖子，然后又去对付院长。有美女的帮助，护士成功逃脱。几天后，警官来找护士问话，他毫不犹豫地说出了实验室的存在，并带着警官去实验室搜集证据。但他打死也没有想到，这警官竟然和院长是一伙的。My daughter has leukemia. I will do anything for her. You're a police officer. You're supposed to protect people. The way I see it, that's exactly what I'm doing. 这口井谁靠近谁死，一到晚上井底就会有金光闪现，因为这下面藏着价值1000亿的黄金。如果有人想要夺走这些金条，那他就会被某种神秘力量吸入井底。几百年来，这口井杀死了不少人，可仍有一些胆大者在打他的主意。现在井旁边修建了一家银行，几个混混打算从银行地道进入井底偷到黄金。他们制定了一个堪称完美的计划。计划第一步是让银行员工的男友假装去取钱，然后再借口上卫生间，以此一直躲在厕所里不出来。银行的保安年纪大了，不会每个侧门都打开看，只要把脚藏好，保安就不会知道银行里还有人。等到保安一走，厕所里的人立即把银行门打开，放队友进来。虽然这样会引发报警器，但等保安过来时，他们播放野猫叫声，保安就会以为是野猫引发了警报。危机彻底解除后，众人便可以开始行动了。黑客已经帮忙更改了监控，因此银行内部人员不会发现银行里进了贼。不过这趟计划并不是很顺利，黑客从监控中看到银行里有一个黑漆漆的身影，他迅速提醒里面的队友。奇怪的是，他们并没发现哪里有人。Can you see him now, Declan? Does he like it? No fuck. I swear I fucking saw something. I'm not crazy. 银行里的队友不相信黑客的话，这让黑客十分不安。他刚才真的看到一个黑色身影，甚至现在队友们准备去地道时，那个黑影依然还在那里。黑客决定亲自进入银行查探那黑影是谁，但就在这时，他的车身传来一声巨响。黑客吓得不敢动弹，可被戳出来的洞口却掉进来一个亮闪闪的东西，这是一块巨大的钻石。黑客激动又紧张，但突然，黑客死得悄无声息，银行里的人其他人对此一无所知。此时他们已经进入了地道，并成功找到了那个满是黄金的井底。众人兴奋的立马就要开干，但一个队友去找工具时，竟不慎碰到了什么东西。他正想要研究一番，就看到另外2人还在辛苦打开铁门，丝毫没意识到危机已然来临。直到他们看到铁门旁的尸骨时，才终于感到了一些不对劲。2人慌忙把黄金往包里塞，但身后总有诡异的声音传来。2人还以为是刚才出去找工具的队友，却不料一个熟悉的人影出现在他们眼前。这是银行的员工，也是黑帽子的女友。他一直告诫黑帽子要脚踏实地，没想到对方竟然禁不住诱惑来偷黄金。女友对他无比失望，可还没等他开口，一个像猴一样的家伙就出现了。但女友没有被吓到，只是说了一句动手吧，然后那猴一样的家伙就朝着黄毛追了过去。原来这井底的黄金是黑帽子他女友的，女友来自吸血鬼家族，家中富得流油，可他们长时间不喝人血就会消亡，而这人血还必须得是贪婪之人的。
这几百年来，他们家族一直利用井底的黄金引诱人类送死，但现在人类学乖了很多，他们已经很久没有吃上早饭了。为了活下去，哪怕来偷盗黄金的是自己男友，女友也必须对他动刀。一到快乐时光，女人就害怕的要命，因为她总觉得床下有东西。How was that? I don't know. No, I didn't. 床下什么都没有，那刚才的震感是怎么回事呢？吉莲越想越恐惧，老公为了安抚她，只能再次爬下去查看。老公被什么东西拉走了，床下空荡荡的，除了血根本没有人的身影。吉莲怀疑老公是被脏东西抓走的，因为她从小到大都感觉自己床下不干净，甚至有时候她还能听到脏东西发出的声音。可惜她将此事告诉爸爸后，爸爸并不相信。长大后，她把此事告诉老公，老公也不相信。老公觉得吉莲是因为备孕产生了太大压力，但他不会知道吉莲根本不想怀孕，她每天都在偷偷吃娃娃嗝屁药，怎么可能因为备孕压力山大呢？现在老公失踪了，吉莲更加坚信她床下有怪物。可这时她相信警察可不信，每天都有警察盯着她，试图找到她谋杀亲夫的证据。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吉莲疯狂查找和她有一样遭遇的人，发现有个医院的护士知晓一些情况，她立马来到医院找对方进行询问。护士带吉莲来到一个病人面前，她说这病人虽然昏迷很多年，却每天都会做梦。护士发现这病人有时候的梦会影响他的心率，诡异的是，当病人心率非常高的时候，城里就会出现离奇失踪案。 The lights flicker on and off, machines go haywire, and during one of them, I saw it. 护士亲眼看到病人床下有人，可他把此事说出去，却没有一个人相信他的话，所以他只能联系吉莲。因为上一次病人心率暴涨的时候，正是吉莲老公失踪的时候。护士觉得城里的失踪案可能和病人有关，便让吉莲去找病人父亲问问情况。第二天，吉莲成功找到了病人的父亲，他说病人从小到大每天都梦到床下有东西。当时他不信病人的话，结果有一次病人床下真的钻出了一个人，要不是他及时把对方杀掉，病人可能早就死了。不过那之后病人莫名就陷入了昏迷，至今都还没有醒来。听完这些事情后，吉莲决定躺在病人的床上睡一觉，这样说不定他就能梦到病人梦过的场景。 Hi, Julian. What is this place? This is where I live. It's beautiful. The subconscious world. 这里竟然是病人潜意识的世界。原来病人不管是睡觉还是昏迷，意识都在这里，他能接触到很多与他有缘的人。护士和吉莲就是其中之一。病人在潜意识世界太无聊了，就想帮助他遇到的有缘人。他知道吉莲不想怀孕，所以就把吉莲老公给抓走了。得知真相的吉莲十分无语。糟糕的是，第二天他还听说又有人失踪了，这肯定又是病人干的。吉莲觉得病人就像个魔鬼，或者说是被魔鬼操控了。为了拯救这座城市，吉莲决定去杀掉病人。可惜他刚来病房，病人就醒了过来。病人身后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身影，这应该就是一直帮助他抓人的家伙。吉莲在闺蜜眼前消失了，这下再也没有人会怀疑吉莲说过的话。这座城市真的有魔鬼，并且那魔鬼还在人们触碰不到的世界里。